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186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彪马的篮球鞋一直都有一种魔力，你知道它的实战表现一定不会有多棒，但是你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去购买它。当然，有一些鞋款确实会带给你一定的惊喜，那比如说 Clyde Opera， 又或者是三球一代，但是大部分的鞋款基本上还是以失望而告终的。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一双 Rise Nitro 其实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，网上会有很多的上脚图片，看上去非常帅，单凭借它的颜值就会有不少人为它买单。那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呢？是惊喜还是失望呢？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？在外观方面，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是有一点荧光绿的配色。这种颜色除了网球以及交警叔叔之外，那你还能想象到是什么东西呢？颜色非常的骚气，非常的亮眼，站在篮球场上绝对可以成为人群中最靓的仔。但是怕脏也是真的，这种荧光系的配色特别怕脏，只要脏了之后，看上去会比其他所有的配色，甚至是白色，看上去更加的不爽，并且它的整体鞋型其实还是比较肥大的。那如果你的脚是比较大的，穿45、46的朋友，那穿这一双鞋可能看上去还是会比较好看的。但是像我这样42.5的脚，穿在脚上真的并不好看，特别的臃肿，和网上别人的照片一对比，就是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了。而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。大底方面采用了全掌的竖向水波纹纹路，让球鞋在横向的抓地力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。那按照道理来说，它应该定位更加偏向于爱变相的朋友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说。而在纵向方面的抓地力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过它的大底跟之前我测试过的 Court Rider 2代是一样的，与地面几乎没有办法摩擦出声音来，一点点声音都没有。但是抓地力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，并且合理的纹路空隙也让它在吸灰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。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，基本上不需要去用手擦拭鞋底，抓地和吸灰方面这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不错。但是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就比较糟糕了。我穿这一双鞋只进行过室内场地的实战，并且时间都不是很长，但是大底已经出现了肉眼可见的磨损痕迹。虽然大底的橡胶硬度并不算特别的软，但是大底的纹路它特别的细，基本上就注定它只能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进行实战了。那即使是塑胶地，我觉得都有点够呛。那如果你想要用它来打外场，那我建议你尽早打消这一个念头。而在中底方面，从它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，它使用的应该是全掌的奶球缓震科技。但是不同于三球身上搭载的那一个氮气缓震，三球一代上面它的中底调教是比较偏软的，但是这一双鞋的中底非常硬，非常硬，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缓震。不管是在缓震的力度，或者是缓震的极限方面，这两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糟糕的。穿它一场球打下来，脚后跟会出现一点被震的有点不适的那一种感觉。这足以看出它在缓震方面的欠缺。那如果你对于缓震有要求，150斤以上的朋友，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去进行选择了。当然，偏硬的调教可以给它带来非常优秀的反应性，在突破的过程中，中底不会出现任何的泄力感，脚底下的感觉还是非常直接的，并且在前掌这一双球鞋的重心也是比较低的，场地感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再加上中底这一块超大的叉型 TPU 抗扭片，给球鞋增加了一定的突破时的力反馈，在突破的过程中确实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球鞋的大底以及中底都在告诉我，这双鞋就是为突破而生的，但是它的鞋面却否定了大底以及中底给我的答案。球鞋的整体鞋面设计跟去年推出的 Fusion Nitro 有着类似的设计，但是也并不相同，反正都是在外面加上了一个这样覆盖式的鞋面。之前的 Fusion Nitro 鞋带是在外部的，而这一次将大部分的鞋带孔都包进了内部，只留出来最后的一对鞋带孔留在外面。这样的设计其实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，想要调整鞋带会比较麻烦。那我觉得还是传统的外露式的鞋带孔会更加的高效一些。
这一双球鞋一共拥有5对鞋带孔，前面在内部有3对动态鞋带孔，在后面有2对固定式的鞋带孔，还算是比较合理的，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。球鞋的整体鞋楦略微偏宽，对于像我这样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，想穿这一双鞋啊，即使把鞋带拉得非常紧，依旧会感觉到前掌的包裹是有所欠缺的。在做一些变向动作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会乱动，滑来滑去的感觉是特别明显的。虽然球鞋的内部填充做的还算是比较扎实的，但是基本上它的填充都是在脚踝部分，对于前掌的锁定以及包裹没有任何作用，只会让这一双鞋看上去格外的肥大，而且特别的闷脚，并且它的这一个覆盖式的鞋面对于包裹的提升并不明显，整体是比较松垮的，没有任何压脚背的感觉。确实在穿脱方面是比较方便的，并且对于脚型的适配也确实有所提升。但是真的这种设计，你不把外面的罩子做紧，那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就用传统的鞋面，这样完全就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设计。那如果你的脚型并不宽，穿这一双鞋就无法得到特别好的前掌锁定，体验并不好。好在支撑性方面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，虽然鞋面整体的用料是偏软的，但是在前掌的受力点位置加入了一块厚度比较不错的泡棉，让你在做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受到的力可以传导至它刚性比较高的中底上面，并不会出现鞋面兜不住脚的情况。在足弓支撑方面是略微有一些欠缺的，虽然在足弓处做出了一定的内收，但是在这一块区域的上翘幅度是有点低的，对于像我这样正常足弓的朋友来说，是感觉不到它所带来的这种足弓方面的支撑的。外侧的松紧鞋面也并没有与足弓有很好的贴合度，无法提供给你足弓处的支撑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实战的话，最好还是更换一副具有足弓支撑的鞋垫。而在后跟处内部有着硬度非常不错的港宝加持，在后跟处的支撑性还是有所保证的。虽然球鞋的外观看上去是这么一双中高帮的鞋款，但是在鞋帮处的鞋面还是比较柔软的，对于脚踝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限制感，还是比较灵活的，对于变向并没有什么影响。中底的 X 型 TPU 让球鞋拥有了非常强的中底刚性，在做变向的时候，脚底下的整体姿态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就是因为锁定做的并不好，双脚在鞋内会有非常明显的位移。不过支撑抗扭方面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。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球鞋的大底面积是非常宽大的，中底的重心也比较低，缓震材料整体调教也是比较偏硬的，让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。而球鞋在前掌并没有什么防侧翻脚的设计，大底是呈弧形的，更多的还是让球鞋拥有更为优秀的灵活性。很多朋友都会问，有防侧翻脚的设计以及这一种弧形的外底，到底哪一种是更好的？其实也说不上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，我给出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脚踝力量是比较优秀的，那弧形的大底在防崴这一方面会好一些，它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防侧翻的极限角度，崴过去之后，如果你的脚踝力量够优秀，你可以靠自己的脚踝力量把它给掰回来。而脚踝力量比较差一些的朋友，我建议你们还是选择有传统的这种防侧翻脚的球鞋，虽然它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防侧翻的极限角度，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它会让你更加的具有安全感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的 Rise Nitro 重量是414克，相信购买彪马篮球鞋的朋友们，应该对于重量都不会太在意吧，毕竟这算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弱势项目。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 减，它的各方面表现都是非常普通的。那除了抓地力还不错之外，其他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而且小毛病还特别多，缓震差、锁定差、鞋带不好系、不耐磨等等等等。虽然确实没有什么致命的缺点，但是小毛病实在是不少。那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这一双鞋的外观，你想要购买它，那我也不会拦着你，穿它打大球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同价位比它优秀的鞋款真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再说了，这一双鞋其实它的实物外观真的比较一般，好吧？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42.5，长度是非常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而球鞋的鞋楦略微偏宽，我更加建议宽脚的朋友去进行选择这一双鞋。其他的脚型穿这一双鞋可能无法得到特别优秀的锁定，体验并不会很好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亚当球鞋，一切从实战出发。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